刚下班啊？嗯。还没吃饭吧？嗯。自己做吗？对。那我先走了。赶紧回去吧，别家里人等着急了。没人等我，我室友不在，今天自己吃。你和朋友合租吗？确切的说，房子是他的，他是房东，我是房客。你呢？自己住，还是和女朋友？我和我哥们儿住。啊，走了。哎，要不咱俩加个微信吧？有什么需要帮忙的，随时叫我。咱俩住的这么近。好，我扫你。嗯，好，拜拜。忘了说，我叫杜峰。作为多年朋友，我得提醒你一句，你老公……我跟他已经签了分居协议，没公开。Ich glaube es nicht, dass er so getan hat. Nach dem Verfahren müssen wir es ermitteln. Obwohl die Anklage absurd ist, ist er einverstanden, all seine Finanzen ermitteln zu lassen. 你回来了？在这儿吃东西啊。我今天碰到你弟弟了。他找的你啊？嗯。这个戒指是他给你的？嗯。他是不是还跟你讲了我跟童家人之间的关系啊？嗯。讲了多少啊？要不要我再补充一些什么？你不怕我生气啊？我相信你是有思考能力的人。这是你弄丢那个戒指吗？对。没人会这么傻啊，把刻有结婚日期的戒指当做礼物送给别人。可能谁捡到给了童家人，让你弟弟误会了吧？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你不和他解释一下？不用解释啊，我跟他没什么好解释的。我跟童家人从小就认识了，我们上的都是同一所学校，也在一起留学，就是在同一个研究院里，偶尔在合作上也有一些交流。后来，他的姐姐嫁给了我叔叔，我们就取消婚约了。再后来，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跟文川结婚了。他姐姐就是小人的妈妈。那在你家没见过呀？小人的妈妈在小人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师爷，之前我对于婚姻没有任何的想法，都是遵循家里的意见。如果有什么做的不对，让你不开心的地方，我跟你道歉。来，吃点水果吧。好，那就不客气了。哎，
同学说你大学时候可风流了，还花心。现在外人在，马上老实交代。我再跟你说一件事，他就是毕业那阵，每天都会在实验室，除了学校里，对外面的世界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公寓是我帮他找的，小心。刚盖好的公寓楼，租金低，主要是离研究院很近，就是有个麻烦，这个租金要交半年了。没关系，我的奖学金从来没用过，应该够。是吗？那也厉害。你住哪个屋啊？我都可以。我住这屋，那你就去那边吧。好，可以吗？好，先去收拾一下，一会儿见。从学士到硕士，你家里从来没来过人。我觉得呢，博士毕业还是得来一下。路费上我借你，真的，我有钱。虽然你不说，但一个平时连小钱都舍不得的人，大家都很理解你的处境。谢谢你把我当朋友，但我真的不需要，我有奖学金。好，拜拜，朋友。我们都以为他不交女朋友是条件不允许，后来童家人说，这小子家里的条件很不错的，就是没物欲追求。回去了。小夫妻难得一见，不打扰了。Ich hätte dir gesehen, dass mit dir hin. Danke mir nicht. 那天为什么送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没什么意义啊。随便送的。随便送的。如果非要说有什么意义的话，人类的第一件铁器就是陨石做的，这样算不算是意义非凡啊？怎么，想让我铭记铁器时代的起源？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去哪？你今晚没工作？我今天想多抽出一点时间来，好好的陪陪你。在这里等我一下。真睡书房啦？
你做意面啊？起来了，我在给你做油泼面呢。你用这个做？家里只有这个面了，而且其他的调料都不全，我尽量把它做到最好。我之前在西安的一个工业园区里住过2个月，当时那边刚刚筹建，所以附近没有吃的东西。有的时候一忙呢，也经常忙过饭点，我就跟和善的妈妈学了这个。但当时啊，我都是在电话里学的，期间呢失败过很多次。不过我现在做，基本可以稳定发挥了。天天吃这个也会腻吧？我可以做各种口味啊，各种各样的我都会做。这些啊，我全是跟我那些学生的家长取经学来的。我的这些学生啊，没有一个会做饭的。看你做饭像做实验一样。有的人就在厨房里面做实验。厨房能做出什么？之前有一个化学家在厨房里做实验，不小心碰倒了硫酸和硝石粉，他怕被他的太太骂，所以就随手拿起了一个最近的围裙，及时把它擦干净之后拿出去晒干。本来他想把整个事情瞒过去，但最后被他老婆发现了。围裙炸成了碎片。不过他因为这件事发现了第一个可以爆炸的纤维——硝基纤维素。看你做饭真有意思，有的吃，有的听。昨天听你说要煮面，我还以为是方便面呢。我以前啊，确实煮的都是方便面，但过后我学会了所有面的做法。你特别爱吃面啊？专门学这些？之前是觉得方便，我认为面是最方便的主食，它既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胃，也可以用最短的时间做出最快捷的食物。可怜。可怜？长期吃一种食物，营养不均衡。等回了上海，我们少吃面食，多吃各种菜。我跟你走。好啊，走。来，尝一尝。好吃。你不做研究员也能开面馆？我自己的厨艺我自己很了解，不值得夸。我也喜欢。等我回去。等我回去之后，我们就住一个房间。我给你拿瓶水。是不是我辣椒放的太多了？我下次注意。林叔说了，没婚宴不算结婚。我同意。那我在书房给你搭张行军床，你不介意吧？不介意。不介意。你没给自己做一碗？啊，我已经吃过了。我们2个人的生物钟差了3个小时。你怎么知道我几点起床？你之前在我们家的时候，我留意过。也对，你们家喜欢5点吃早餐。知道，我又不是小孩。刚才走回来，附近餐厅在哪儿，我都看到了。那我走了。注意安全。
好。周世晨，我听说有人投诉你挪用了项目的经费，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之前的合约没有瑕疵吧？成果已经公开了，也申请了专利，不会有问题的。至于经费，查一查就清楚了。那我们继续谈谈吧。今天就别进去了，我太太来了。你太太来了？她坐了10几个小时的飞机，特别辛苦，现在应该还在睡觉。我们改天吧，别打扰她了。行，改天我请你和你太太吃饭，表示一下心意。好，拜拜，拜拜。几点了？啊，5点47了。上床睡一会儿吧，沙发不舒服。我刚从实验室回来，衣服有点脏，我去洗漱一下，把衣服换了。不嫌弃你，快上吧。让你和太太躺一张床上，很为难吗？我不是为难，我是怕打扰到你睡觉。已经醒了。不接着睡了？睡啊！你回来之前，我睡得不安稳，现在头昏沉沉的，还想睡。再睡会儿吧。嗯。我送你花，你不表示点什么？我一直以来都不太会说话，你总是给我惊喜，惊喜多到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那你拿什么回报我？回报？你想我怎么回报？让我睡着。你平时怎么样
比较容易睡着啊？听歌，或者听诗词，慢慢听一会儿就睡着了。小时候，我妈为了让我背诗词，每天睡前都给我念，习惯了。那就诗词吧。那我能点吗？不用念全，随便1、2句。可以啊。白居易。昨晚饮太多，惟俄连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宜时睡。不许逗我笑，我困了。我在应你的要求，好好的背诗。你故意的，专门挑这句。昨晚喝多了，今天又吃饱了，故意逗我。好，那我好好背。白瓷瓯圣洁，红炉炭方炽。墨下驱沉香，花服余眼废。盛来有佳色，宴罢余芳气。不点了。1、2、3、4、5、6、7、8、9、10、11。相信你能感觉。也许是血流无声，也许是情话无尽，看遍了岁月流转。再好的皮相，也有年老色衰的时候。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我能看到你的美人骨。在哪里啊？
在这儿，相由心生，人善则面善，有风骨，才有美人国。我发现论语言的艺术，我真的没办法跟你比。我这颗离情难耐的心，其实最藏不住心事。你还记得少林赋吗？我第一次见你，就能想到绝书离俗，摇曳仙度，用这个来形容你，再合适不过了。我有件婚礼物给你。什么礼物啊？我看你喜欢穿衬衫，就买了袖扣。买的时候我说买给自己先生，店员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都不知道，所以就没好意思说。然后我就买了5个颜色。你喜欢什么颜色？我都喜欢。认真回答。如果必须要选一个的话，这个吧。11，谢谢。哦，我买了菜，今天在家吃吗？哦，昨天实验室的会还没有开完，我特意回来几个小时看看你，就是怕你担心。我一会儿就要回去开会了。没关系，最后几天肯定交接工作多。唉，就是可惜啊，我本来买了德甲的票，想给你惊喜的。你喜欢看球啊？我是伪球迷，小玉才是铁杆，他让我一定要去看，还要给他直播。我最快速度给你弄点吃的，你快刷牙洗脸。